宇宙為所有文明畫下2道絕望的邊界：向上，你追不上光；向下，你達不到絕對零度。光速鎖死空間，讓你只能看到歷史；而絕对零度鎖死宏觀熱運動的時間尺度，它代表的熱運動終極靜止，甚至在理論上能將宏觀層面的大爆炸演化凍結在瞬間。我們一直以為，在這個宇宙裡，熱是一種近乎無限的特權，向上的路仿佛通向神界，沒有盡頭。但是當你調轉方向，試圖往下走的時候，不管你擁有多高級的文明，不管你耗盡多少個星系的能量去制冷，當溫度計的刻度走到零下273.15攝氏度的時候，宇宙突然對你亮起了一盞紅燈。這盞紅燈後面是一堵看不見、摸不着，但絕對無法逾越的鐵牆。為什麼？為什麼宇宙允許熱度無限狂飆，卻不允許冷再多冷，哪怕一丁點呢？剩下的那0.01度裡到底藏着什麼，讓宇宙本身都感到恐懼的東西？它是系統運行的底層代碼，還是某種我們不該觸碰的封印？要理解絕對零度的恐怖，我們得先回到那個認知局限的年代。那是一個人類連溫度本質都尚未釐清的時代。如果你穿越回17世紀，拉住一個煉金術士或者自然哲学家，問他為什麼水會結冰，他會非常自信地告訴你，這還不簡單，因為水裡鑽進去了冷原子。沒錯，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裡，人類堅信冷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物質。當時學界盛行冷制熱制假說，認為就像鹽會讓湯變鹹一樣，空氣裡漂浮着無數微小的帶刺的粒子，這些粒子被描述為三角形或金字塔形，十分鋒利。當它們鑽進你的皮膚，你會覺得刺痛，那就是冷。當它們鑽進水裡，它們身上的刺就會把水分子勾在一起，甚至把水撐開，所以冰的體積比水大。聽起來是不是很像地攤文學？但這在當時是主流的自然哲學觀點。大名鼎鼎的波伊亞也曾對這類冷制熱制的假說開展過相關實驗探究。如果這個理論是對的，那麼絕對零度就不存在，因為只要你把足夠多的冷知粒子塞進一個箱子裡，它就可以無限冷下去，根本沒有底線。零下1000度，零下10000度，只要你敢塞，它就敢冷。但是現實很快給了人類一记響亮的耳光，打臉的人叫本傑明·湯普森，一個給大炮鑽孔的工程師。他在鑽炮筒的時候發現，只要鑽頭再轉，炮筒就會无限發熱，產生的熱量能把水燒開無數次。他在想，如果不加煤炭，熱量就能源源不斷地產生，那熱量怎麼可能是一種熱質物質呢？物質總會消耗殆盡的。於是，一個顛覆性的、讓人後背發涼的真相浮出水面：在這個宇宙裡，根本沒有熱質，也根本沒有冷質，甚至根本沒有獨立的冷這種物理量。所謂的冷熱，本質上只有一樣東西：微觀粒子的熱運動。你身體裡的每一個原子、分子都在做無規則的劇烈振動，震得越快，動能越大。你覺得燙，震得越慢，動能越小。你覺得涼。這時候，人類第一次摸到了那堵牆的邊緣。既然冷對應的是粒子熱運動減緩，那邏輯就很簡單了，簡單到連小學生都能推導出來。如果讓粒子的熱運動無限趨近於停止，那不就是宇宙中冷熱的終點嗎？於是，歷史上第一個關於絕對零度的推論誕生了。當時的科學家初步意識到，一旦達到這個溫度極限，宏觀熱運動將完全終止。這是宏觀熱運動層面的存在終結，宏觀熱運動停止，對應宏觀熱時間尺度的停滯，但微觀量子層面仍有固有振動。但這個終點到底在哪裡？是零下100度，還是零下1000度？沒人知道，直到一場看似普通的氣球實驗，意外揭開了謎底。1787年，法國物理學家查理在實驗中發現了一個關鍵規律。查理定律指出，保持气壓不變時，給氣體降溫，溫度每降低1攝氏度，氣體的體積就會縮小它在0攝氏度時體積的273.15%。不管是氫氣、氧氣還是氮氣，所有理想氣體都嚴格遵循這個規律。所有實驗數據點在坐標圖上連成了一條完美的直線。這時候，數學家憑借敏銳的直覺，
做了一個讓學界震動的操作——外推。他們把這條直線向低溫方向延伸，探尋理論上的體積0點。結果，這條線在橫軸的焦點讀數為零下273.15攝氏度。這個焦點的數學意義是理想氣體的體積理論上歸0。所有科學家都清楚，這是理想模型下的數學極限。實際氣體在達到該溫度前會液化固化，並不會真正消失。這是經典物理的物質守恆定律決定的。但是這個數字零下273.15攝氏度，如同一個理論錨點，牢牢標記在物理學體系中，它警示人類。這是宏觀熱運動的溫度邊界，再向前便是經典模型的失效區。後來，開爾文勳爵正式確立了熱力學溫標，將零下273.15攝氏度定義為0開爾文。開爾文溫標無負數，核心原因是溫度對應微觀粒子熱運動的平均動能。0開是熱運動動能的理論最低基態，無法出現比基態更低的熱動能狀態，而非沒有任何能量。現在我们知道了這個數值，但你或許會覺得，不就是更冷嗎？南極零下90度，我穿羽絨服就能扛。絕對0度，無非是保暖升級。太天真了，絕對0度的物理意義和日常認知的冷完全不在一個維度。日常的冷是細胞代謝減慢、機體寒戰，而絕對0度對應的是宏觀熱運動的完全停滯。讓我們做一個思想實驗，假設能瞬間將一個人置於0開的理論環境中，會發生什麼？你不會感受到冷。因為冷感是皮膚接收低溫信號，經神經傳導至大腦的生化過程，這一過程依賴微觀粒子的運動。在進入該環境的普朗克瞬間，體內所有粒子的宏觀熱運動全部終止，但微觀量子層面仍存在0點能振動。大腦來不及產生意識，血液不會形成冰晶，結冰依賴分子有序運動，會直接玻璃化，心臟停跳在最後一瞬，一切定格在剎那。你會成為一具宏觀上完全靜止的量子雕像，且不會發生生物降解。微生物活動鎖死，酶促反應停止，核衰變的宏觀速率也會被極大限制。若無外力干擾，這一狀態將持續至宇宙演化盡頭。這是一種永恆存在卻無感知的悖論狀態。這還只是宏觀層面的特性，真正讓物理學家驚嘆的是物質接近絕對0度時展現的宏觀量子效應。我們曾以為接近絕對0度就是粒子休眠，實則大錯特錯。當溫度壓低至零下270度以下，逼近絕對0度的量子區間時，粒子會展現出顛覆直覺的量子行為，而非死寂。將氦氣液化並降溫至零下271度左右，液氦會發生相變，成為超流體。它的粘度為0，會無視重力沿杯壁爬升，翻越杯口，滴落至桌面。這是量子效應在宏觀尺度的直接體現。1995年，人類首次制備出玻色、愛因斯坦凝聚態及第5種物質形態。常溫下原子各自獨立運動，而在極低溫下，大量玻色子原子會坍縮至同一量子基態，失去獨立的量子身份，形成一個宏觀尺度的量子波，表現出統一的量子行為，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原子合體。在這種量子態下，光的速度會被極大減慢。科學家曾通過玻色愛因斯坦凝聚態將光速降至每秒17米，遠低於日常騎行速度。此時學界才明確，絕對0度區間並非物質的終結，而是量子效應的顯性區間。只有剝離熱運動的噪音，物質的量子本質才會完全顯現。新的問題隨之而來，人類已能實現0.01開的極低溫，能否再進一步，徹底達到0開？答案是絕無可能。這並非技術限制，而是量子力學的底層法則鎖死了這一可能。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是量子力學的核心公理，無法同時精準測定一個粒子的位置與動量。若粒子達到理論上的完全靜止，則動量為0，位置固定，二者可同時精準測定，這將直接違背不確定性原理。而量子力學早已證明，即便在0開的理論基態，粒子仍具有0點能，這是量子系統的固有基態能量，並非冷卻時突然產生，粒子會因0點能保持永恆的量子振動，永遠無法達到絕對靜止。這便是宇宙的底層防禦，粒子可以慢至極限，
但永遠不會停止熱運動之外的量子振動。一旦違背，現有物理法則將全面崩塌。零下273.15攝氏度是宇宙為物理法則設立的防火牆。光速鎖死了空間尺度的探索邊界，絕對零度鎖死了熱運動的能量下限。兩道邊界將文明困於有限的時空區間。而關於宇宙終極命運，熱寂是基於熵增定律的主流假說，即恆星熄滅、黑洞蒸發，宇宙熱量均勻分布後無限逼近絕對零度。但此刻你感受到的陽光與溫熱是真實的熱運動體現。我們是被物理法則限定的存在，卻也因熱運動擁有生命的活力。只要溫度仍在絕對零度之上，只要生命的微觀運動仍在延續，我們就擁有對抗虛無的力量。我們也許終將歸於沉寂，但在那之前，請盡情燃燒吧。